沈觉每个情人都长得像我，但我回国那天，赝品看多了，再看正品也不过如此。上个月他打发掉所有莺莺燕燕，身边只留下个和我没有半点相似的清纯女大学生。沈觉以为我匆匆回国是怕他这次动了真心，但我不是回来向他服软的。这一晃5年，他满世界找替身的时候，我2胎都怀上了。不是说永远不会再回沈家吗？怎么一听说沈觉找到真爱就坐不住了啊？那恭喜他了。装模作样，沈觉来了，想演什么戏的话，还是演给他看吧。你俩闹了5年，也该闹够了。小芷既然回来了，沈居，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证重新领了？爷爷，我那个小女朋友本来就嫌弃我是个二婚，这话要是再被她听见，还不跟我闹翻？胡闹！外面那些女人能跟小芷比吗？这次不一样，我是认真的。爷爷，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也不可能和沈觉复合。手滑了。恭喜星芷姐，沈总大手笔啊！我就知道你们会复合。沈觉不是和我复合。星芷姐，别闹了，异地搞情趣我们都懂。介绍一下啊，我老婆洛洛，年纪小脾气大，你们都让着点儿。你们不要听她瞎说，我可好相处啦。爵哥，你这真要和别人结婚了？邢芷姐怎么办啊？你要是不觉得膈应，就去接盘呗。爵哥，你要这么说，我可真去追邢芷姐了啊！谁不想咬一口天鹅肉嘛？天鹅肉玩多了，照样会腻。星芷姐，你跟沈觉的事儿，他都跟我报备过，我不介意。为了见你，我缠了他整整1晚上呢。没想到姐姐真人比照片还好看，一点都不像比我大7岁。你平时保养很用心吧？是不是只能用那些很贵的牌子呀？我可不敢管，这小祖宗难哄得很。小时候沈觉也爱哄人，但长大之后，他走到哪儿都被人捧着，养出一身混不吝的坏脾气。我已经很久没见他这么哄过谁了。对不起啊，星芷姐，我没恶意的。这杯酒我干了，向姐姐赔罪。抱歉，喝不了。星芷姐，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种女孩子？袁行止，我太给你脸了是吧？今天这杯酒，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小芷，就1杯酒而已，在场谁不知道你的酒量？快喝了吧，别让爵哥生气。我怀孕了，真喝不了。星芷姐，我在网上刷到过这种以毒乱回的糊弄学，你这招骗不了我的。星芷姐，你要是不想喝就直说，说怀孕这也太离谱了。还不如说自己吃了头孢，可信度还高点。行行行，你不喝你牛逼。星芷姐，他们都说你是沈觉的白月光，是真的吗？真要说起来，我不过是他从福利院捡回来的流浪猫。沈觉没跟你报备过。他净说些好听的哄我，我才不信呢。我想听姐姐亲口说。没什么好说的，离都离了。星芷姐，你怎么这么滴水不漏啊？难怪沈觉遇到我之前一直忘不了你。你想听听他私下是怎么说你的吗？
亲一下也要哭吗？好可怜，以后要哭不完了。聊什么呢？秘密哦。狗屁白月光！老子照着原型字的样子找情人，没别的原因。换个长相我不习惯，玩具用久了还分顺不顺手呢。听见了吗？他根本不爱你。听见了，你不是第一个找上我的女孩，但希望你是最后一个。看来他也不是。咱们来玩纯印识人吧，先从沈爵开始。要是认不出我的杯子，你就死定了。从没见过爵哥这么宠过人。行之姐，帮个忙，增加点难度嘛。这杯太熟悉了，一看就是我老婆。对了，笨蛋，左上角那杯才是我的。星之姐，违反游戏规则必须接受惩罚哦。你说罚什么？就罚你蒙上眼睛，从5个男生里选出谁是沈爵。玩游戏嘛，就是要玩得起。行之姐觉得呢？那就玩呗。这个不是。我靠，这么快，怎么猜到的？沈爵向来不穿丝质的衬衫，不是沈爵会用的味道。烟味，沈爵明明不抽烟。先看第4个吧。沈爵没那么矮，是第5个。猜错了，看来行之姐确实不怎么了解沈爵，这我就放心了。小芷没想到吧？是障眼法。爷爷，小芷没有家，也没有爸爸妈妈，我要把我的份给他。如果你愿意每天都练小提琴，爷爷就答应你。小芷，你要多吃一点，要长得像我一样高高的。不怕不怕，有我在这儿陪着你呢。小时候的沈爵真的对我好极了。袁行止，我们聊聊。我知道你看得到。袁行止，回我一下。袁行止，袁行止。你还有多久才能回国？我好想你和宝宝。就快了，我和宝宝更想你。玩游戏的时候，我在小智的手机上发现了点东西。爵哥，你和小芝可能有一个4岁的女儿哦。好巧，星之姐也一个人吗？我也没带沈爵，每次试什么他都说好看，只知道刷卡，太烦人了。星之姐应该认识这个牌子吧？铂金奶诗白，适合星之姐的年纪，这是我给姐姐的谢礼。以前沈爵那么爱玩，如果不是姐姐替我吃了那些苦，他怎么会一遇到我就收心了呢？我从小到大拥有的东西很少，遇到一样就要抓紧一样，这种感觉行之姐应该比我更懂吧？我懂，但有的男人只要选了就会输。你输了，我没有。我不仅输了，
还输怕了。等小芷大学毕业，我们就结婚。老婆，还有好久哦。曾经的他恨不得一天有26个小时腻在我身边，可后来一切都变了。杰哥，你今天换人没有？上次那个小明星挺红的，带我见见呗。过2天，这几天我要陪小芷。还得是爵哥，时间排这么紧都吃得消。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们也配和我老婆比？我就是趁着没结婚，把没玩过的玩一遍。怎么像个小宝宝？我不在身边就睡不着。我最怕烟味，沈爵不抽烟，但为了掩盖外面的味道，每次回家前都会特意洗澡。我居然从没想过，这个习惯会不会不是因为烟味？星之姐，沈爵好过分啊！我只是有点吃醋，他就说要让你滚出沈家。胡闹！我还没死呢，沈家哪里轮到那小子做主？爷爷，跟沈爵没关系。我早就订好了房子，今天本来就要搬走的。爷爷，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是袁行止跟您告状了。沈爵，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沈家这么大，你带哪个女人回来住不下，用得着让小芷搬出去吗？爷爷，您要还想抱重孙，就让他赶紧走。总之您别管他了。这小兔崽子，气死我了！爷爷，多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小芷，是沈爵没有福气，你走吧，你早该走的。小芷，以前爷爷偏心，总站沈杰那头，其实这世上有的是愿意对你好的男人。我知道的，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哥，你疯了！你居然为了那个洛洛亲口把袁行止赶出沈家！你急什么？我有什么好急的？我就是太惊讶了。没了沈家，他还能去哪儿？不会又出国不见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琼华苑。燕家前2年弄那个楼盘，哎，听说燕家继承人这几天要回国，还有人拍到他带孩子的照片。如果当初你好好跟他在一起，现在小孩估计也挺大的了，应该会很像他吧。沈总，袁行止，你还是不想跟我聊聊吗？聊什么？我已经查到了，袁行止，你为我生了一个女儿。妈妈，琼华，想吃冰淇淋的话，要喊我什么？爸爸。就是你想的那样。琼华，你刚才那一嗓子爸爸，差点没把我送走。活该，谁让你刚才故意逗他的？活该。喊我声爸爸怎么了？你这没良心的小东西，忘了你当初爹不疼娘不爱的时候，是跟在谁身边讨生活了吗？叔叔做饭不好吃，妈妈要好好爱我，心疼我。没良心，简直跟你爸一样没良心。老婆，接到宝宝了吗？接到啦。好，认忍那个多余的东西，需要我打发走吗？边警，要不是有我这个多余的东西，你到现在还在打光棍。行了，别品了。给我查，接着查！5年前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沈总，当年的监控和名单都被清理过。我让你查，查他为什么从此失踪了5年。
小芷，求你不要跟我分手，是我没管好那个女人，让她闹到你面前，是我不对，我该死。但我只是在外面玩一玩，我对你才是真心的。这些年沈家对你还不够好吗？沈觉，你要婚后还敢乱来，我就替小芷打断你的腿。小芷，我们结婚，你不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家吗？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如果你再出轨的话，就让我不得好死。聊一聊。小芷，你多陪他聊一会儿，我和宝宝在家等你。我查到，5年前在普利茅斯，你和燕忍入住同一家酒店。第二天监控不翼而飞，他抹掉了你所有行踪。那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你根本不是自愿生下那个孩子的，对不对？错了，没有人能强迫我。我从来不会生下一个父母不相爱的孩子。不好意思，我来吧。边请别僵了，吃药打针随便什么都行，快给我来点。别误会，我不是医生。像这种药物情况，你及时给他降温，处理得很好。是吗？我还想会不会不太礼貌？对待一个有潜在犯罪可能的成年男性，你这样已经很有礼貌了。别聊了，我快死了，你知道吗？这可能是什么新型的吸入性药物，导致我一看到你，心跳频率就变得异常，建议你换一间房。忘了告诉你，老子是酒里被下了药。他发现你被人跟踪了，想帮你处理。准确的说，是有几个不同 IP 在锁定你的实时定位，只要你不离开源域网，就会一直暴露。那麻烦你了。很简单的，你想学吗？可以吗？那天我和他们一起离开了普利茅斯。你为什么哭了？因为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颗掉进海里的星星，一旦失去坐标，就会迷失在海上。但原来迷失在海上一点都不可怕。你不像掉进海里的星星，陨石是烧焦了的硫磺味，你闻起来很轻，像是夏天吹过山谷的风。袁行止，你别想骗我，他姓袁。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生下一个私生子？琼花不是私生子，他爸确实不是燕人，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随我姓。我出国那年的10月，就和他爸爸注册结婚了，隔年7月生下了他。我们离婚不到2个月，你就嫁给别人，还生了孩子。对，我不相信。可我们结婚不到2个月的时候，你不就出轨了吗？沈觉，人都要往前走，回去好好娶你的洛洛吧。是啊，人都要往前走。袁行止，但我和你是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是吗？小芷，真的是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不久。你知不知道沈家最近出了大事？沈觉和那女孩提了分手，结果那女孩不是个省油的灯，直接追到老宅，哭哭啼啼说自己怀孕了。是吗？沈觉全程沉着脸，虽然认下了孩子，但怎么都不肯娶她，气得沈老爷子心脏病快犯了，威胁要把她从沈家除名呢。不是把她当真爱吗？这才几天。不过沈觉跟谁在一起都这样，他以前不也……抱歉啊，小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怎么一个人来医院？怀孕2个多月了。那沈觉那边，这个孩子和他没有关系。我过得很幸福，这是我的第2个孩子。小芷，看到你这样，我真的特别为你高兴。真的，不只是我们以前那帮人里，很多人都觉得你早该这么幸福了。谢谢。星之姐，
你真是有本事。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难怪沈爵不要我了。这个孩子和沈爵没关系。所以呢，你是在炫耀，就算怀了别人的孩子，沈爵还是对你念念不忘吗？沈爵准备的结婚戒指呢？我找了所有地方都没找到，你是不是戴在他身上了？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戒指，你还怀着孩子，不要冲动。洛洛，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家再说。沈爵，你还想把我当傻子耍吗？我和你哪有什么家？先跟我走。怎么了？怕我在这说出什么不该说的东西？沈爵，你就这么爱袁行之，这么爱他，当初就不要一次又一次出轨啊！听说你们度蜜月的时候，他为了救你，差点死在国外。有没有人能救救我老婆？有没有救护车？有没有救护车？求求你们，谁来救救他！那一天一夜，我求遍了所有知道的神明，只要能让你活下去，让我做什么都行。小芝，不要离开我，我真的会活不下去。如果我和你之间一定要死一个，那个人可以是我。结果呢？你没到2个月就又出轨了！闭嘴！老婆，我真的改了。你离开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任何人，我一直找不到你，才会想用他们气你。洛洛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我的，认下他只是要给爷爷留个念想。老婆，我真的改了。改了就有用吗？沈爵，你知道我在祥芷姐家里找到了什么吗？一张5年前的人流手术单。我们有过一个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没想过把他生下来。我不会生下一个父母不相爱的孩子。可是我爱你啊，袁行之，我爱你。你怕被我发现，所以从不让别的女人在你身上留下痕迹。你宿在别的女人床上，还不忘凌晨给我带早餐。你带他们出国，却亲手给我磨珍珠项链。你向你的情人炫耀，我因为救你丢了半条命，以后无论你什么样，我死都不会离开你。你知道有多少女人找过我吗？她们都觉得我可怜。沈爵，我相信你爱我，但你这个人，你的爱都太脏了。所谓的烂人真心，我受够了。沈爵，离我远一点吧。我不想的。太可笑了，沈爵，你以为袁行之忘不掉你，才拉着我演了一场又一场戏。其实人家早就走出来了，没有你，他不知道活得有多好。行芷姐，你还不知道呢。沈爵啊，他快死了！你闭嘴！放心，我已经说完了。沈爵，我们都得不到想要的，但起码我能活得比你久。小芷，没有那么严重，我只是生病了。什么病？肺癌。早日康复。就只是这样。袁行之，你现在连我的死活都不在意了，是吗？没有人会希望看到别人死。你不希望我死，但你也不关心我能不能活，真狠啊，袁行之！小芷，出事了！琼华被沈爵绑架了，警察发现沈爵手里有枪，他疯了！你说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他要见你和边境。可以，我先去，我要见到琼华。不行，那只会多出一个人质，先拖着，不能陷入被动。老婆，边境，我要见琼华。好，我们答应他。边院士，现场情况复杂，嫌疑人有枪，我们无法完全保证您的安全。所有的程序和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宝宝。我知道。琼华呢？孩子在哪儿？袁行止，你选的人就是他吗？我怎么都查不到，现在见到了，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沈爵，我问你，琼华到底在哪儿？一切就好像5年前我挡下的那枚子弹，穿过我又落在他身上。怎么会这样？琼华被藏在另一个房间的衣柜里，警方为他安排了心理疏导。医生提醒我们，像这种偏负面情绪的经历，尽量不要再对孩子提起。妈妈，这个哥哥我认识，他陪我玩过游戏。玩游戏？是啊，我们玩了捉迷藏，他说只要我躲在柜子里数到100，妈妈就会找到我。我数着数着睡着了，一睡醒就真的看到妈妈了。这次我没有骗你，我不得好死，而你会福寿绵长，儿孙满堂。小芷，阿珏走了，沈家彻底塌了。算爷爷求你，能不能让琼华改姓沈？只要他肯姓沈，这整个沈氏集团以后全都是他的。爷爷，沈家给过我命，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小芷，爷爷知道以前偏心阿珏，对不起你。但是沈家的家业，你真的忍心让他就这么散了？沈家的家业，我们受不起，也不想要。琼华姓袁，他该去吹山谷的风，而不是守着沈家的枯井。妈妈，我们可以回家了吗？都结束了。都结束了。边院士，关于你在营救行动中违规动用定位系统一事，请跟我们回去配合审查。违规？这是怎么回事？别怕，例行询问而已。等我回家。小芷，边界被带走是早晚的事。他到底怎么了？那个定位系统到底是什么？边境市重点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的身份秘籍是最高级别的。为了陪你回国处理沈家的烂摊子，他向上级签了军令状，背负了极大的审查压力。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他当然不会提。他为了救琼华，动用了科研定位技术。他是赌上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后半生的自由，去换你们母女平安。嫣然，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这种级别的审查，没人帮得了，只能看他自己能不能扛过去。
看到这段视频时，暂时无法陪在你身边。上面有人！你不知道，在那场杀戮里，我第一眼见到的是像山谷的风一样干净，却快要碎掉的你。小芷，5年前在普利摩斯边境执行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但当杀手的子弹射向你时，他开枪了。在空中截停了射向你的第2发子弹，也因此暴露了行踪。当那些审查官质问他为什么要为一个异国街头的陌生女孩赌上生命时，那个向来理性的边院士第一次说了梦话。他说，在那片腐烂的血色和杀戮里，他看到你挡在子弹前的眼神。支离破碎却又极其纯粹。他形容你像山谷的风，是他那枯燥、充满算计的科研生涯里见过的唯一样色。这5年来，你无论多忙，都会回家给我喂温水，辛苦了。陪琼华拼积木，却从未提过你背负的处分和如影随形的调查。边景，我等你。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根据沈觉先生生前签署的公证遗嘱，其名下持有的沈氏集团45%股份及所有不动产，由袁行之女士一人继承。荒唐！沈觉一定是疯了！沈家100年的基业，凭什么落到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女手里？袁行止，你少在这装清高！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魅惑阿珏？这份遗嘱我们不认，法庭见！养女就是养女，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做梦！大舅公，股份现在就在我手里，即日起，沈氏集团进入全面资产清算期。你想干什么？袁小姐，所有的交接手续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始审计。宁可毁掉沈氏，也要逼我交权。小芷，快回来，老芷出事了！大哥，阿珏糊涂了，您也糊涂了，这事儿还是交给我们吧。这书废除遗嘱的声明，你今天不签也得签。丧门星，你一回来就把老爷子气进抢救室，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趁早签署放弃声明，否则今天你别想走出这扇门。我看谁敢再往前走一步！等我。沈觉不在了，这沈家还轮不到一个外姓女人指手画脚。今天这事儿必须……
原行止，有些产业是沈家的命脉，动了这些，沈家就彻底完了。你懂不懂规矩？入主董事会后，我调取了沈家近10年的所有财务底单。规矩？沈家的规矩就是靠这些见不得光的阿萨氏吸血吗？你想干什么？我入主沈氏，只是为了帮老爷子彻底清算这些烂账。爷爷，沈家那些不干净的产业我已经全部剥离清算了。从明天起，沈氏将转型为合法的慈善基金。小侄，爷爷老了，管不动了。沈家欠下的债，我会一点点还清。爷爷，往后您就在这宅子里过个清静的晚年。沈氏集团的资源库里有辨认式实验数据的实时加密备份，这足以证明他动用系统是迫于紧急危险，而非泄密。边景，你回来了。恢复职位了，我回家了。今天累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爸爸妈妈，我不签！凭什么沈爵死了要把一切留给你？我忍了他这么久，到头来我只是他用来气你的。遗嘱是沈爵清醒时公证的，法律上你分不到1分钱。凭什么？我在这场戏里演的这么卖力，凭什么你这个观众拿走了所有的门票钱？袁行之，你才是那个最该死的人！你知道吗？只要你不在场，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那些所谓的珠宝，全都是他为了在合照里气你才借给我的。他甚至睡梦中都叫着你的名字，醒来却要掐着我的脖子问为什么长得不像你。袁行之，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也是沈爵这个疯子的受害者。我从没觉得自己赢过，洛洛。拿着钱出国吧，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你在可怜我吗？沈娟从没爱过你，他留给你的那些宠溺，其实是他对他自己的一种虐待。以后别再回来了。这里不舒服，它应该连到那朵云上面。琼花，这一行代码的断点是你找出来的？爸爸，它是活的，是妈妈喜欢的花。边境，这是……逻辑并不枯燥，它是用来守护美好的工具。这朵花送给妈妈，也送给你的世界。边境，我以前从没想过，日子可以过得这么静。琼花的天赋像你，不仅聪明，更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只要有你在，我们就永远自由。小池，这些都是阿珏生前最在意的，你真的一件都不带走吗？不了，带不走了，也不用带走了。爷爷那边我会按时去探望，这宅子
就让它在这儿烂掉吧。两清了。即日起，沈氏集团正式重组为行止慈善基金会。集团名下所有非盈利资产将全部注入基金，专门用于资助福利院及女庭教育。袁行止，你凭什么把沈家100年的积累化为乌有？那是沈家的钱，你一个外姓人，凭什么断了我们所有人的财路？凭沈觉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我是唯一的决策者。沈家那些见不得光的财路早就断了，剩下的该还给社会。袁行止，你真狠！沈觉死了，你就把沈家的门楣彻底摘了，你是想让沈家断子绝代吗？沈家给过我命，也差点要了我的命。沈家门楣已摘，从此申城再无沈氏世家，只有慈善机构行止。你这个疯女人！沈烈，沈觉不在了，你那些依附沈家吸血的日子也到头了。小芷，祝贺你。边境，我们要有第2个宝宝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呼吸顺畅吗？我挺好的呀。边姐，你怎么了？你不高兴吗？不行，5年前那一枪伤到了肺叶，当时的大出血和肺部感染让你心肺功能受损严重。第2次生产，你的心脏和呼吸系统根本负荷不了。边姐，那是5年前的事了，我现在很健康。你根本不知道怀孕外期对心肺的压力有多大。袁行止，如果你要拿命去搏这个孩子，我宁愿不要。当年的旧伤导致你这一胎属于超高危妊娠，万一，你让我怎么活下去？边境，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好吗？我只相信数据，而数据告诉我，我可能会失去你。血氧饱和度98%，心率72，小芷，保持深呼吸，不要紧张。边院士，我只是怀个孕，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坐神舟飞船上太空呢。对我来说，保证你的心肺功能在峰值运作，比从飞船上天难度更大。爸爸，这个跳来跳去的小线是什么呀？那是小宝宝的心跳，是妈妈用生命在跳动的节奏。琼花，我们要一起守护妈妈，知道吗？怎么还没睡？一起报警了吗？没有，是我心疼我的边院士太辛苦。不辛苦，只要数据在安全线内，我就不辛苦。听着，那一枪留下的救急，我所有的病历都给过你们。边院士，病人突发早产，心肺负荷已经达到极限，现在大人和孩子，所有的抢救资源全部压在大人身上，我只要大人。边院生，孩子如果这时候放弃，我只要袁行止活下来，孩子可以不要。目前情况很不稳定，我们会尽力保住大人，但孩子听不懂我的话，只要大人，任何后果我一人承担。
如果当年在普利茅屯，我能再快1秒击毙杀手，如果我能早点带他离开沈家，边境，别这样，你已经给了他最好的守护。最好的守护就是让他躺在里面生死为不吗？小芷，你睁开眼，看看我。孩子平安吗？恭喜边院士，是个非常健康的儿子。平安，以后我们的儿子叫小念。小念，念念不忘。以后我们一家4口再也不分开了。这就是弟弟吗？好小呀！秋华，这是妈妈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我们的礼物，以后你要和爸爸一起保护妈妈和弟弟。以后再也不让你受这种苦了。小芷，哪怕是数据模拟最安全的情况下，我也无法再承受失去你的风险。边境，别怕，从在普利茅斯遇见你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才真正有了坐标。妈妈，你看我画的。嘘，琼华，弟弟刚睡着，先别闹，等妈妈忙完再看好吗？妈妈只爱弟弟，我不喜欢弟弟了。琼华，想看星星是怎么诞生的吗？爸爸带你去个地方。琼华，看这里，这是你出生时的数据。这是我吗？对，你是这个家第一个迎接爱的人，这份爱已经跑了整整4年。弟弟的出现不是为了夺走爱，而是和你一起分享。因为你是姐姐，所以你的爱是第一份，也是最特别的一份。爱要分给弟弟一份，但爸爸妈妈的心里永远有一份是专属你的独立数据，谁也占不走。所有的星轨都要在这里交汇。这是普利茅斯重逢的那个酒店。被你发现了，边院士。在那晚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是颗掉进海里的星星，失去了坐标。但在那一晚，你成了我永恒的引力。这种色彩运用和构图不仅是艺术，从物理学角度看，甚至有一种星体引力的美感。边博士，看画就看画，别又扯到你的科研项目上去。我在想，是不是该给这幅画申请个全球专利保护？毕竟，这可是我一个人的专属坐标。这种跳梁小丑的把戏，不用理会。不理会？他们说你色令智昏，说你私德有亏。随他们去。只要你在家安心，外面那些声音，对我来说只是噪音。全网清理关于边院士的造谣帖，一个不留，不留任何痕迹。还有，我要那几个带头挑事的学术竞争对手，近年的所有项目经费流向和论文引用记录，全部整理好给我。袁小姐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完成。
绝不拖延。我让他们知道，动边境就是动我原型指的底线，谁也担不起这个后果。袁小姐，你这是要把整个学术界翻过个儿来？谁让他们欺负我的边院士？爷爷，沈爵欠下的债，我替他清算完了。往后，沈家再无孽债，你安心走吧。边境，从此沈家成为我的历史了。以后，你的历史里还有我。袁小姐，沈氏集团重组过程中，我们查出多笔5年以上的税务空缺。如果你不能在48小时内自证这些烂账与你无关，你将面临巨额罚款，基金会也会被查封。你把原始账本毁了，是想让我这辈子都替你背债吗？星之姐，没想到你会来。你在信里说有沈杰留下的东西。沈杰那个疯子，生前把我当玩物，死后1分钱没留。但我也不傻，走之前，我从他书房暗格里复印了一份东西。星之姐，沈爵那时候眼里只有你，只顾着怎么折磨你、恶心你，却没发现他那个堂弟沈烈背地里早就把沈家的根掏空了。沈氏集团近5年所有的坏账、偷税记录，全都是沈丽利用沈爵的信任私下操作的。这份原始数据能要沈凌的命。沈烈，所以沈爵临死前销毁账本，是为了掩盖沈丽的罪行，还是他根本就不知情？沈爵那时候都快疯了，他哪还有心思管这些？这是我当年为了拿捏沈爵偷偷复印的，没想到最后成了沈家唯一的干净证据。你现在把它给我，想要什么？我现在在镇上打工，虽然累，但心安。星之姐，你是好人，不该替那个混蛋背锅。其实我确实挺对不住你的，今天这份东西全当是我还你的债，以后我们俩清了。证据链完美闭环，这份原始流水足以证明沈氏集团遗留的税务缺口是前高管沈烈通过海外空壳公司职务清善并伪造账目所致。所以现在的行止基金会可以正常运转了。是的，袁小姐，正式通知你，官方将撤回对行止基金会的所有税务指控。沈氏集团的资产清算到此圆满结束。不可能！洛洛那个贱人怎么会有原始数据？沈杰明明毁了一切，他明明要拉着你陪葬的。沈烈，沈爵到死都没想拉我下地狱，想毁掉一切的人，一直只有你。我是沈家的二少爷，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沈烈，沈爵到死都没想拉我下地狱，真正想把沈家最后一点骨血撑干，想让我万劫不复的人，一直只有你。袁行子，你这个沈家的野种，凭什么你能干干净净的走？袁总，洛洛小姐说她不需要补偿，咱们这样做，这份钱不经她的手，是给孩子的。这段因嫉妒和烂人而起的恩怨，
该有一个体面的终结。洛洛，这笔钱不是补偿，而是希望你的孩子不再重蹈我们的覆辙。这段因沈杰而起，交织着嫉妒、伤害与血泪的20年恩怨，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消散在阳光里。再见。边姐，那是你？不，小芷，画里这阵风是你，而我只是那道永远为你亮着的灯。边景，我还是有点紧张。别怕，这世界欠你的赞美，今天都会还给你。我没想过真的能走到这一天。你本来就是最好的，去吧。去拿回属于你的荣光。 The winner of the gold medal for the most influential artist of the year at this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is Ms. Yuan Xingxi. 谢谢。我的一生曾止于黑暗，却在风中起行。边境，我觉得自己现在是自由的。你一直都是自由的，你是独立运行的恒星，不是任何人的附庸。这枚戒指，没有家世背景，没有政治枷锁，只有边境，想陪袁行之走完余生。袁老师，您看，您和边院士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全城都在议论，说这是真正的顶峰相见。曾经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大海上迷失，需要被救赎的星星。边境，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散发出足以与你相辉映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对等。很多人问我，科研枯燥且孤独，是什么支撑我走过那些最暗的孤岛？所有的突破与发现，都源于我生命中那个最稳定的坐标。感谢我的妻子袁行芷女士，她是我算法世界里唯一的灵魂感应，也是指引我回家的引力。边院士，换个礼物。好，这枚奖牌挺重，看来原画家的身价又涨了。那边院士以后是不是要给我打一辈子工了？心甘情愿，乐意之至。抓到了！爸爸说这里面有电，我要把它们都关进笼子里。小念，那个不能拆，那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小念，逻辑的第一条是尊重规则，拆掉它很容易，但你能把它还原吗？不能。爸爸，我就说它是家里唯一的异常数据，你应该把它重新编程。今天气温降了，先把水喝了。画室里颜料未重，记得开通风。画画不要太累，要注意以前的旧伤，听到没？遵命，边院士。边境，我们要回起点去看看了。在这个模型里，任何微小的偏差都会导致全局崩溃。
逻辑的核心是精准。边教授真的好帅，但也真的好冷。那个是边教授吧？好帅啊！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自己拿就行。说了我去接你，怎么自己背着这么沉的东西过来了？刚好路过嘛。边教授，你的学生可都在后面看着呢。今天在校外写生，呼吸顺畅吗？胸口有没有闷？边院士，我现在壮得像头小牛，你再这么呼下去，全校都要知道你是个护妻狂魔了。比起那些冰冷的数据，守护好我生命中唯一的坐标，才是最重要的课题。说起这些，我在实验室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袁女士能否赏脸前来参观？好啊。各位，这位是我的太太袁行止女士。师母好。大家好，打扰你们实验了。边教授，原来这面灵感墙上的作品全都是师母画的。记住，科学负责解释世界的真相，而我太太负责解释世界的美。太震撼了，理性的极致，竟然是这样宏大的艺术。这些数据在逻辑上是冰冷的，但在我眼里，它们和你一样，是具有生命力的美。边景，我想尝试一种全新的画风，把你的逻辑画进我的山谷里。我会是你永远的第一个观众。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想看看它是怎么发光的。琼华，先别哭，看着爸爸啊，别怕。这个传感器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只是想换个方式教你点新知识。你看，这一条红色的导线是能量的源头，你弄坏了它，它虽然不亮了，但它的身体结构彻底展现在你面前。它里面原来长这样吗？错误是通往真理的阶梯。琼华，你弄坏了它，但你也因此学会了它。这比它完好无损地待在盒子里更有价值。边景，你今天是不是对琼华过于宽容了？人生中充满了各种异常数据，如果只是一味的责罚与排斥，就永远无法发现背后的美感。我希望孩子们能在一个被允许犯错的环境里长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拥有真正完整且独立的人格。谢谢你，边老师。边景，琼华才5岁，这些名誉像枷锁一样压下来，我怕他会弄丢了童年，变成另一个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活的工具。数据无法定义快乐。今晚，我带他去拆一份不一样的礼物。琼华，看这里，这些星星在几十亿光年外，它们不需要拿奖，也一样在发光。好漂亮呀，爸爸！天赋就像上帝寄给你的一份精美礼物，外人都想看你拆开它，想看你展示它，但爸爸妈妈只希望你拥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迫成功的义务。你可以选择拆开它去惊艳世界，也可以选择只是看着它，做一个平凡且快乐的小姑娘。他怎么说？琼华选了暂时不拆礼物，他说他明天还想去草地上抓蝴蝶，不想去那个天才特训班。谢谢你，边景，谢谢你守住了他的自由。边景，你看，它们不再是红色的了。
这里闻起来不再是硝烟味了。那现在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只有你。时间过得真快，5年前在那班离开这里的飞机上，我跟你说，我觉得自己是颗掉进海里失去坐标的星星。我记得，我也说过，你闻起来像夏天吹过山谷的风。边境，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想问什么？如果没有5年前那一晚的意外，如果你没有在那场任务里遇到满身是血的我，你会找我吗？我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循规蹈矩的世界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异常数据。无论有没有那一晚，我的算法最终都会指向你。只有找到你，我的世界才是完整的。小芷，其实5年前在普利茅森，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什么？在那之前，沈家办过一次慈善晚宴，我随导师出席，在走廊尽头的画室里，见过你独自对着画布落泪的侧影。那天沈觉带了别的女人回来。在那一刻，我世界里所有严丝合缝的数据都彻底偏离了轨道。所以普利茅斯的任务是我利用权限选了那个街区的观测点，我想把你从那里拉出来。普利茅斯是我的蓄谋已久，也是我想给你的天降甘霖。这是送给你的结婚纪念日礼物，这是一颗由我团队新发现的小行星，我向国际天文联合会申请了永久命名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5年前你说你是掉进海里的星星失去了坐标，现在我把坐标还给你。这颗星在宇宙中永恒闪耀，无论斗转星移，它永远较直。小芷，你这刚回来就给我整这大火！燕大少爷，你打算用单身这2个字给我们接风到什么时候？这叫深城第一黄金剩男的顶级陪侍，一般人还没这待遇呢。这些年你替我挡沈家守基金会，把自己守成行止基金会的首席守门人了。你这门守得太严，连自己的桃花都给挡没了。确实，这种防守强度确实少见。边姐，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要不是老子当年帮忙，你现在还在那算你的异常数据呢。嫣然，说真的，谢谢你。这5年要是没你……小芷，别整那死出的，咱俩那是共患难的交情，说这些就见外了。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这辈子就算圆满了。找对象，那多麻烦，还得解释我为什么这么疼琼华和小念，耽误我给孩子们当叔叔，不划算。你总不能当一辈子守门员。当着呗，挺带劲的。回去喝点醒酒汤，名单上的姑娘你认真看看。小芷，别觉得亏欠我，看你和边境稳稳当当的，我才觉得这世界还没烂透，还有点意思。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引力坐标。燕先生，你要是觉得命太长，可以直接办理出院，别在这浪费我们的医疗资源。我就是想看看这药过期没有。酗酒导致急性胃出血，手术后还不配合治疗，我看你不是胃有病，是脑子有病。嫣然，你这是变异了。疼吗？不疼。不疼就是还没通气，继续饿着。燕大少爷，这就是你说的找对象多麻烦？我看你挺享受被苏医生训斥的嘛。胡说，我那是好男不跟女斗，你看他那个凶巴巴的样子，也就我脾气好能忍。是谁刚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苏医生辛苦你了。燕忍那个人嘴硬，心不坏，在我眼里只有病人和家属。袁小姐，请监督他戒酒，否则谁也救不了他。苏医生，你是刚从海外归来的无国界医生吧？刚回来不久。深城的风很大，希望你能在这里待得久一点。
画好了。嫣然，你要是再犹豫，苏医生这种抢手的人才，没准明天就被调回边境去了。小芷，你说这话送出去，他会不会觉得我有病？我以前在名声那么差，他肯定觉得我是在耍流氓。真心和耍流氓，苏乔分得清。他救了你的命，你借家属感谢的名义送幅画，再正常不过了。送花是求偶本能，但在这种高度自律且独立的女性面前，那只是冗余数据。边院士，你又懂了。想让他看你，得先让他需要你，展现你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比砸钱更有效。追这种人，你得学会克制，要在他最疲惫的时刻，精准提供支撑。听听，边院士的追妻攻势上线了。你当年在普利茅斯也是这么精准计算的？对你，我的算法里只有孤注一掷。行，老子豁出去了。燕先生，你这种刚出院的危急患者，最忌讳淋雨受凉。我不是来胡闹的。这幅画是我想给你看的，苏乔。我想照顾画里的这个人，岁岁年年。别动，领结歪了。燕大少爷，当初在普利茅孙面对杀手都没见你这么慌过。那能一样吗？那时候是玩命，现在是成家。小芷，我总觉得这像在做梦。谢谢你，嫣然。说这些干什么？咱俩是换过命的交情，看你过得圆满，我这辈子就算值了。哎，别哭啊！一会儿苏医生还得给我做手术呢，你要是把我惹哭了，他肯定觉得我术后恢复不好，又得训我。苏医生那是为了你的胃疾好，结婚后你确实该有个能管住你的人了。谢了，兄弟。小念，看这里，这只蝴蝶翅膀上的纹路是呈几何倍数对称的，这就是大自然的逻辑。抓到了，罗辑被爸爸抓到了。边院士，别把我的小画家教成只会看数据的逻辑怪。科学发现真相，你发现美，他们两个正好中和。曾经，沈爵是我生命中的一场劫，曾让我以为人生就是枯萎的轮回，永远逃不出窒息的深渊。而边境，它是恒星，它从不灼人，却给了我这辈子最永恒、最稳固的引力。在想什么？在想你。爸爸妈妈，快看，那边的云像不像小猫？像大马，是大马。行之所向，止于心安。边境，余生请多指教。